说你现在是艺人了吗？艺人啊，不是啊？为什么？我还是你当年那个偶像吗？你还记得啊？我都不记得。所以我其实我今天来有点怕，怕什么？我不懂哎，而且我整天都看全听你说。既然这样，我也不会吝啬。今天开场你来做，来。我就知道。来，你 bag 放着吗？你 bag 需要拿着吗我？放边边，坐这里，坐这里。我放后面好了。啊，坐这里，坐这里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你坐这里，你坐这里，坐，哦你坐这坐里。这里是主持的位置，来。真的来，你不要防我，你做你自己。今天这个节目叫做《全赖你说》。 OK， 来加鸡，这个 OK，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《全赖你说》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是请到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偶像，我手在抖。我来，嗨，嗨，你好，凤姐，你好，你好，荣幸能够上你的节我目。非常荣幸能够访问到你，紧张吗？我紧张吗？你兴奋吗？我很兴奋。好，你觉得坐在这边的压力是在哪？你的临场反应要非常好。你很好啊。不会，我很多废话，可是你要一针见血，这个你就做得很棒。我真的要他鼓励跟你学习我哎，我就做得很棒。所以你入行几年了？来转过来。OK， 这个就是一个小小闹的开场。哦，看来还没有开场呢。全听你说。刚才看你的表现好不好？但你变帅了，真的假的？所以人家说名气养人。哦，谢谢。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不倒翁，他可以说是打不死的一个外围圈的艺人、主持人或者是编导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在靠近演艺圈，可是一直都不是很顺利。但是这个梦想却从来没有消失过。是。你从几岁就开始你想着你要进演艺圈？小学的时候，第一篇文章，你的志愿要做什么？你不是当老师、当总统、当警察？不是，我要做演员。什么东西会触发你这么爱演员这个行业？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我看《搞笑行动》。环岛追，因为我看着电视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个四方盒子很梦幻呢。你想要变成什么，你就可以变。我又很喜欢扮鬼扮怪的一个人。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，我跟我的弟弟，以前电脑有 webcam 的，我就自己在那边跳舞，我弟弟也跟我一起玩，然后我就感觉到隐隐约约我的背后有一个人从门缝隙那边看我，是我爸爸，然后就突然间嘣，门就关了。我就听到楼下吵架的声音。为什么你把电脑放在那边？你看啊，他这样子做那种古里古怪的事情，所以很纠结。最还奔命的，你可以去到哪里？去现场看可以吧？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，我朝着我爸爸去 audition《彩虹夏日营》。OK。爸爸死都不给我去。我很小，我就懂什么叫做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关那个门，哇，哭啊，把东西丢啊，自己跟自己讲话咯。哎呀，爸爸不要给我去啊，我多可怜啊，这样。然后我爸爸他就开门，走了，结果被刷下来，所以给他讲中了，浪费时间。那你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参加很多表演？就是任何的所有文化表演？我在初级学院的时候，我就专心的读书，因为我从小我就一直觉得说，我要做这样子的东西，可能是不被祝福的，是错的事情，是错的事情。直到我 JC 1的时候，然后你知道我 JC 的时候，我同班同学一个叫做林思彤，就是他就有一天他就考完试，他就走过来我前面，他就讲，喂，走嘞，我们一起去参加唱歌比赛嘞，学校的。我讲啊。怎么你会选到我的？全班只有4个男人，只有你可以唱而已嘛。OK， 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去唱哦。哇，嘣，拿到第1名。哇，人生第一名吗？第一个唱歌比赛的第1名。可能就大了一点，你就会去参加其他的比赛更多了嘛。其实骨子里是不敢去参加比赛的。为什么？我以前很喜欢看才华横溢。我就幻想我自己，如果我可以参加
哪怕我没有拿第一，我拿第二、第三也好，这样是吧？只要站在那个舞台唱到那首《我飞得最高最远》，我就赢了。Okay. 我那时候是这样觉得的，可是我不敢。为什么？我的 skills 不够好，跟我不好看。很多人看我以为我是小小的，可是其实我很自卑，我对我自己是没有信心的。这个方面的阴影是因为来自家人一直以来就没有给，也有很多原因。那你怎么又会死了心的爱呢？就是你看，如果我很爱这一行，我爸爸祝福我，又送我去北京艺术学院还是什么的，我有很多把刀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可以，我可以打这场战。可是今天我只有热血，我只是爱这个演艺圈而已。你凭你爱这个演艺圈，你就可以入行咩？不一定了嘛。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在这一行都不被看好呀，然后但是又不放弃，打死都不放弃。那时候我不是讲说我跟思彤参加那个歌唱比赛，拿了第1名，有一个星探就是来找我们，那时候他就递了名片，他就讲说我们是签艺人的，然后我就忘记了，因为我要考试嘛。然后那时候到我当兵的时候，我就没有东西做怎么办？我就拿了我的包包，那个名片卡出来了，艺人管理公司 ，OK， 打电话给他，我就下了公司，他就想说我们是有培训班的你要付一个500块、800块，给你去学唱歌啦，学 modeling 啦，学跳舞、学演戏、学主持3堂这样子然后呢，你就是在我们的 artist 里面以后如果 Mediacorp 有戏拍我们会 propose 你去我离我的梦想靠近了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可是我没有钱。那 OK， 那时候我就问我的妈妈，我想借500块。借500块什么？我不敢讲，我怕讲了，等一下梦想又没了。我还是讲了啦，不要跟爸爸讲，开心。同期的有谁认识的吗？就是有陈罗密欧，还有陈邦君然后跟我一起演《四声决战》的Vance尔聪，对，然后加我就4个咯。你们那个时候训练的都是什么？因为他们是挂着，他们是香港Hong Kong based artist management， 所以他们的训练模式是很香港化的，就是讲说他希望栽培全能艺人。OK， 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学跳舞、学唱歌、学主持、学演戏，我们还要读报章报道，还要看电影、写大纲这种，然后又要健身。礼拜6早上6点半，我们要去到运动场集合，然后我们要跑 2.4， 跑完 2.4 要做很多 push up 啦，做完了，你就去到旁边的swimming pool，你要游20个 lap， 它的20个 lap 是来回是1个 lap， 你要游40次，那40次差不多是2个小时，然后游完了就差不多11点，看我都记得了，11点就吃午餐，吃了午餐后回公司被骂。一定是被骂先的，然后呢？被骂着是一个课程还是一个激励课程？就是你的经理人想骂你，你就会要骂他就是看你之前在游泳的时候，或者你运动的时候，你又犯什么错误。所以你们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旁边那个经理人是一直跟着，一直看着你们。就是坐旁边这样子。OK。被骂完了，上课完了又被骂，总之整天都是被骂就对了。然后你就要回家写日记。然后隔天又是6点半，又要起来集合，一整天又是这样。所以我的拜5、拜6礼拜 for 5年，我都是这样子过。所以他会跨过我当兵跟我读大学的那个 period。他真正的训练的意义，他的宗旨是什么吗？其实他是希望那时候他是讲说，我们希望可以培训到一个 mindset and attitude 都极佳的艺人。我打个比方，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训练的时候游泳。我就有一个学长，他游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就脚抽筋，很痛，他就停在旁边，然后经理人就这样看，OK， 我们就继续游，游完了，我经理人就拿那个包包丢出那个门，回家，我们傻掉，这是什么东西，还比当兵更恐怖哎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刚才游泳游到一半，为什么你停？因为我脚抽筋，脚抽筋就停啊。但如果有一天你上台，你扭到脚，整个舞台要停好像又有道理
所以很多这样子的魔鬼训练的那种思维，就是 train 你一直要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戏比天大，戏比天大，戏比天大。哇，这句话真的是讲出了很多人的心声。是，以前其实这5年，我觉得你已经为了你的梦想在吃苦了。好苦。之后那时候我就看到 Romeo 在做星探，我那时候会这样问我的经理人，他讲说哦，在 train 他 ，training 啊，我也要嘞。confirm 吗？你要做啊？我讲呀，我要做，我要做。训练在对艺人的一种训练。会练到什么？那时候我也不懂，我懵懵懂懂的，因为 Romeo 做我也要做。就去路边找人家电话15个。每天要找15个，我做了差不多2年，每天风雨不改。你的新年啦、Christmas 啦，人潮越多的，你越不可以拿 off。15个人不容易耶。不容易，你差不多要 reject 10次，你才拿得到1个。所以你如果被拒绝的那种感受是怎么样？我觉得那是我人生低潮。不小心会有忧郁症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一直被否认。被 reject 哈。对。有时候我是一个人单独行动的，单独行动就很辛苦，因为我每一天跟100多个人陌生的人讲话。你知道我曾经跟踪过一个人，从 City Hall 的头跟到尾，我不敢跟他打招呼哎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怕他 reject 我。他一整天啊，大概花多长的时间你才可以拿到15个？如果你幸运的话，你差不多2个小时你可以拿到。可是通常我差不多3、4个小时，我才拿到10个号码。你在做的当下，你没有快点回去问的美女，就请问我做这个可以学到什么啊？我其实那时候的我真的是很单纯跟懵懂的，他叫我做我就做咯。现在的我看回去，我知道了，在演艺圈你一定要够厚脸皮，被人拒绝，面带微笑，谢谢。这整个过程做星探啊，去培训啊，都莫名的磨练了我现在演艺圈对待演艺圈的一种心态。我很庆幸的就是，因为我们以前在这5年，我们的经理人要我们写很多 journal 的，因为你要反思你今天学过的东西是什么，然后都有一些日记本的一些记录。是，我有带来，在后面，在主持人的位置是吗？哇，好重啊，这色！你带了几本？我拿了一点点而已。当年我们也没有什么 iPad 啦，没有什么，就电脑是那么大一台的，也不能扛着走的。是，所以以前手写，用手写的。然后这些你看，我们有从我里面密密麻麻的那些都是你的血泪史啊。血泪史。然后以前我们看那个电影《我要成名》，然后我们就要写咯。哦，你里面学到的东西是什么？看一下，有华文字的，我就大概过目一下。当一名演员在演戏时，他很入戏，不要在意什么入戏。哇哦，哲学！演员你不红也不会被人尊重，要会做人，不要得罪人。不红没资格叫人尊重你，好残忍哦！这圈子就是这样子啊。你为什么会离开那间公司5年后？没有离开，公司倒。我在那公司被骂了5年，拿了去要电话5年，拿了电话那么多年，然后公司讲倒就倒，我就觉得说，真的给我爸爸讲中，我在浪费时间。我记得那时候新年团圆饭，他坐在那边，他就讲，这个以后做小丑。我跟我爸爸6年不讲话，哇！然后我记得那一段日子，哇，我不敢看电视，我一开电视就是看到 Romeo， 看到邦君，我就看到我的师兄在那边演戏，我会妒忌，我会觉得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像他们一样去参加才华？我觉得我不配啊，不配。我很怕，因为才华对我来讲是很神圣的一关。如果我被那么神圣的一个比赛踢下来，我觉得我应该就人生就结束了，我的梦想就会毁了。当我这间经纪公司倒的时候，刚刚好机缘巧合上，我遇到了彼得老师。在彼得老师那个学院，我就遇到了水安老师，还有 Queenie， 他以前也是有演《搞笑行动》啊这一些的。
他们就很像母鸡带小鸡，来跟着我，我带你。他们在你生命中有一些决断的时候，他们给你很大的方向感，是跟给你支持，给你力量。是，那时候没有东西做，他学校的老师给我看，梁导在找演员呢。我想说，哎呀，不要啦，我又不好看，去了又是被刷下来。彼得老师他们就讲，刷就刷咯，你至少 try 嘛，对吗？你几岁了？OK 咯 ，try 咯，还好我 try。演了那个时候大概有多少人在那边面试？好多啊，应该有1000多个人去啊。你是从1000多个人脱颖而出的。脱颖而出，而且我很 lucky 的，因为我那个角色是有话讲的。所以这个算是 Jasper 的人生高光时刻吗？我以为它是我的高光时刻，因为怎样讲，我努力了5年多嘞，我终于入行了。你的专长都用尽了，对吗？用了，我在这个电影我 show hand 给梁导了。那时候我的师兄又是谁啊 ？Boyz II Men 呢？站在他们旁边，你都有光了，你知道吗？每一个都红，除了你。如果在这样一个情况下，心里难免会不平衡，而且很尴尬。很不平衡。我那时候我的心态很不好，我觉得为什么他们有我没有？我一直以为我培训这5年够我在这演艺圈生存，错了，这5年只够我入行。结果呢，你的贵人又出来帮你解决问题，是吗？结果我就有一个机会，马来西亚的搞笑之王这个比赛是马来西亚一个比赛，找新加坡、台湾还有马来西亚的素人来比搞笑。听清楚啊，素人，我为什么要跟素人比赛？我赢了不风光，输了不光彩。你会有这种压力。所以那时候我的思维很不好。彼得老师、Queenie、许安老师又来了。彼得老师就讲：“你看你的 calendar 空对吗？空啊，空你不就去比咯，输不是回来咯。”OK， 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很叛逆了嘞。不想去就是不想去。他们从马来西亚来到新加坡，我的导演来面试。因为我的名单有在里面，他打电话给我 ，Jasper， 你有来吗？我们在等你。你是故意错过吗？我故意，我希望我错过，他们就会讲说这样就算了咯。我希望这样子，至少不是我去然后被刷下来嘛心态很不好，心态很不好，但是有小心机，有小心机。我就我在睡觉，可是我讲死了，他们知道了，现在这个秘密。我就跟他们讲，我还在拍戏耶。可以啊，我们等你，我们等你。我还以为他会讲，那就算了。他讲我们等你，我就好，我就去咯。我就下定决心，好，干一笔，拿个冠军回来，不要丢脸。爸，过到很多关，最后虽然没有拿到冠军，保卫拿了第2名。然后我在马来西亚的机会就多了。所以那时候我回来新加坡，我就想，光环有毒了。很好的体悟这句话。真的，要不是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 somebody， 我不去，我今天就死了。还好我有彼得老师、许安老师、Queenie， 很多贵人把我打回原形，所以我很感谢我去马来西亚的那次机会，因为它让我重生。那你又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会写出《男儿王》这个剧本？那时候刚刚好有编剧班，我就跟公司讲，我想上编剧班，我想去学。所以在里面的时候，我就问了我自己，我想说，如果我能够写一个故事的话，我想帮一些群体发声，我就想到写《男儿王》，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她是变装皇后，我觉得在某个层面上，我跟他们很像，因为我们都是不被社会看好的一群人，都一直很努力的在证明自己。做自己，寻找自己，我就写了《男儿王》这个故事。可是知道这个创作要被用的时候，在网络上很多人有他们的想法，他们有他们的抨击跟不同意。骂的都是什么？你们的嘴巴真的是不留情啊！大概骂些什么？你看过的？为什么要写这样变态的东西？搞笑一定要变装吗？为什么要拍不男不女的东西？因为你还没有开拍嘞，就给人家骂到像狗这样了嘞。然后这一部之所以会跟
Mark Lee 合作是因为什么样的巧合？他那时候我们在拍梁细妹的电影，我就在空场的时候，我就会开始写这个稿，然后Mark哥就走过来，喂，你在做什么？我讲说，因为我在写剧本哦，什么戏？跟我讲嘞。我讲《男儿王》，一个变装皇后的电影。他下一句就讲，我要演。然后Mark哥有时候也是开玩笑讲，可他是认真的。听说Mark哥他跟公司讲说我要演这部戏，然后公司就跟我们讲说Mark Lee要演呢。大家就是哈，Mark Lee要演变装皇后，他不是很恐怖？OK， 那个时候Mark Lee也有来我们节目，他还去学你，然后我就看到 Jasper 在天台，真的很开心，金马奖嘞！我最开心的是因为Mark哥入围了，你知道他拍《男儿王》的时候，他多辛苦。你知道我们拍跳舞啊，穿高跟鞋，哇，跳，我们这几个小伙看，哎呦，很痛啊！那 PA 就拿椅子来了嘛。Mark哥是唯一一个站在那边不动的，给 cameraman 调那个机位。这一次 Jasper 的人生一战站得很成功，男儿王入围了2个奖项，站在了那个金马奖的舞台上，这一站真的是站得太高了吧？谁会想到一个只有梦想的小男孩，误打误撞，真的走到那边呢？所以我看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没有对不起帮过我的人，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背负着很多人的使命。虽然那个奖不是我的，可是我看到团体的，可是我摸到它的时候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有一天我一定要拿到属于我自己的回家。这部剧拿到了金马奖的最佳造型之后，我相信对你的整个工作表现是得到很大的奖赏的，跟鼓励的。那你身旁的人呢？因为那时候疫情的关系，我们从台湾回来，我就必须 quarantine 在家7天。然后第7天我开门的时候，不小心看到我爸爸在拍那个金马奖，哇，他很骄傲，他在拍。我觉得爸爸他的一个小小举动都会影响到你，因为我一直都在找着他告诉我 ，You can do it， 去吧。他是一直没有给我这句话，可是他用行动证明他已经 OK 了。我做这一行，就最近他可能就讲说。你也35了，我觉得你需要一个比较好的环境，他就帮我就是一起买了一间物色家，就希望说我的事业就可以蒸蒸日上。哇，那这个爸爸已经是暗示，他不是明示，算明示吗？就是他也认可你在这个行业了嘛。但 it takes a 金马奖 for 他都认可嘞，你看他的 level 好高，他的标准很高。最漂亮的成绩单，或许不是这一张，因为他可能接下来还有更多更璀璨的成绩。但是回望过去，有什么你想要对以前的那个 Jasper 说2句？我要跟以前的 Jasper 说，你其实要相信你自己，你要听从你自己心里的那把声音，你要努力，你一定做得到。不要自卑，哪怕所有的人都看不好你，你只需要相信你自己，加油！我觉得虽然你跟父亲没有在言语上正式的和解，但是我希望你在这边跟爸爸说一些感谢的话吧。谢谢你对我的严厉，因为你对我的严厉，所以今天的我会对我自己严厉很多。也谢谢你无微不至的爱，因为他照顾好整个家庭，我才有这个时间跟能力去追我的梦，所以接下来我一定要非常的努力，我要让他们引以为傲。所以你对你自己的未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跟期许？因为我一直都在渴望人家给我机会，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成为给别人机会的那个人，栽培很多黑马，把他们变成千里马。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，哎，这个你打开来看看，一样全听你说都会有一个小手信要送给你，它会是比较了解你的，比较代表你的，或甚至于对你来说比较有意义的。这3个人就代表你生命中的3个贵人。哦。然后我觉得我们监制真的还是疼你的，他说你是所谓的不倒翁。哦，我觉得你好厉害。他说你是一个打不死、打不倒的一个 Jasper， 真的很勇敢。
所以这个是制作组特地送给你的。谢谢，我会把它摆在我家。等着下一个奖项的莅临吧，跟它摆在一起。谢谢，谢谢 Jasper， 谢谢大家谢谢。等下去找伟玲。可能会。你们知道吗？原来我跟 Jasper 其实是朋友来的。你知道我在哪一次就跟他翻脸，我就不要，哪一次？也不算翻脸啦。就有一次我们跟伟玲，我们去吃东西，在 Chinatown。是提到他吗？是。你不是说你不记得？没有，我是要看你讲。我记得，就疏远了，不是翻脸啦。我不是讨厌他迟到，我是讨厌不跟我讲准时。过了那个时间点，我就问他们在哪里，这两个神经婆就跟我讲要到了，在卡帕。哦，好，等了5分钟10分钟，还没有出现，我就啪甩头走。所以我看到他我很怕。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，全听你说加料版。